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草根逆袭又演戏又唱歌，刘宇宁长红不衰的底层逻辑藏不住了。这年头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明星了。不，你错了，刘宇宁这哥们儿，硬生生把网红这2个字从贬义词唱成了褒义词。我跟你说，一开始我真没觉得他能走多远，毕竟这内娱的洗牌速度比我换手机壁纸还快，今天这个爆红，明天那个湖川地心。可刘宇宁呢？好家伙，直接一手攥着万人演唱会的荧光棒，一手拿着古偶男主的剧本，愣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你敢信，这居然是一个当年在丹东街头裹着军大衣冻得鼻涕拉瞎还在直播唱歌的草根？这事儿放别人身上那叫出道即巅峰，放在他身上只能叫把烂牌打成了王炸。咱们今天就来唠唠，这哥们儿凭什么？你的先品品什么叫真正的苦。现在很多爱豆划破个手指都要发微博求安慰，但刘宇宁当年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他在东北零下10几度的寒冬里，支个破麦克风，车流的喇叭声，路人的唠嗑声全给你收进去。直播间里可能就几10个人，他还得扯着嗓子喊，夏天热得喉咙冒烟，喝口凉水继续唱。这哪是追梦啊，这分明就是在生活的泥潭里硬刨食吃。那时候的他，说白了就是咱们身边那种为了几百块房租发愁的普通打工人，后厨帮工，发传单，啥活没干过，但人家身上有一股劲儿，就是哪怕只有1个人听，我也绝不假唱，绝不敷衍。这就引出第2个爆点了，清醒的可怕。很多人红了以后，第一反应是啥？捞钱啊！什么商演、烂剧、直播带货，来者不拒，先把流量变现再说。但刘宇宁偏不，这人骨子里透着一股反骨。他知道自己是野路子出身，没受过科班训练，红了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去炫耀，而是赶紧花钱请声乐老师，继续闷头搞创作，几年时间憋出200多首原创歌。你听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得是多大的定力，才能在手握流量的时候还能坐下来把基本功夯实？这就像咱们职场里好不容易当上小组长了，你第一反应是去应酬喝酒，还是去考个含金量高的正傍身？刘宇宁选了后者，所以他活该红。再聊聊他跨界演戏这事儿，更是把人间清醒4个字刻在了脑门上。以前网剧烂，演技辣眼睛，大家骂得可凶了，但到了刘宇宁这儿，你真的是骂着骂着就闭嘴了，因为他自己先骂完了。观众说他演技有短板，他坦然接受，从不搞什么你知道我哥哥多努力吗那套恶心人的营销。他干嘛呢？拍戏见戏，别人休息，他拉着老戏骨对台词，回到酒店请表演老师复盘，拍古装吊威亚磕得鼻青脸肿，不吭一声，因为在他眼里，相比以前在街头受的风吹日晒，这点苦根本不算啥。而且你发现没，他挑剧本的眼光很毒，他压根不碰那些流水线生产的无脑古偶，专门挑那种层次复杂、有现实底色的角色，从戏份少的可怜的配角，一步步爬到独挑大梁的男主。这哥们儿的进阶之路，比你玩的升级打怪游戏还扎实。说到这里，咱们必须得扒一扒他那该死的魅力到底从哪儿来，是那股子去不掉的人味儿。他开万人演唱会，按理说舞台都这么大了，该炫酷，该高大上了吧？不，他偏要在舞台上复刻当年丹东街头那个寒酸的驻唱小摊儿。这叫什么？这叫不忘本。面对粉丝，面对剧组里哪怕是个场务，他都是那个谦卑的姿态。在这个靠绯闻、靠八卦、靠炒作维持热度的贵圈，他干净的像个异类，
所有的重心全丢在作品上。这种知世故而不世故的劲儿太稀缺了。说白了，大家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个如果当初我没放弃，可能也会成功的自己的影子。好多普通人一碰壁就认命了，总觉得没资源、没背景，这辈子就完了。但刘宇宁这10几年的经历，结结实实给了这种认命论一记耳光。出身平凡咋了？起点低咋了？人家用最笨的方法，拿时间换空间，把短板一块一块补齐，硬生生从泥腿子走到了红毯上。真的，别光羡慕镜头前明星的万丈光芒，那都是无数个黑夜里一个人咬牙死磕换来的。刘宇宁这一路没啥奇迹，全是痕迹。所以说，有时候不是看谁笑得最大声，而是看谁能在风停了、雨大了、人都走光了的时候，还能站在原地把一首歌唱完。这种狠人，他不红，天理难容。对于刘宇宁，你服气吗？你觉得他这算不算是给网红圈长脸了？来评论区，咱们好好掰扯掰扯。